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：距黑海基地300公里，为什么俄罗斯不打奥德萨？答案在这里。对于俄乌冲突，许多人认为是奇怪的战争，尤其是俄方的打法和态度。战争1年多了，奇怪的是，为何俄军不打奥德萨港？这可是乌克兰重要的军港和出海口，粮食交易就在这里进行。对奥德萨港进行大规模打击，可以摧毁那里的所有基础设施，这将是最强硬且最有效的惩罚性打法，效果仅次于攻占基辅，还将让乌克兰变成内陆国。5月11日，俄罗斯、乌克兰、土耳其和联合国代表团在安卡拉秘密谈判，协议将粮食出口延长2个月。如果达成协议，至少在几个月内，黑海最大的奥德萨港以及基础设施将获得国际保证的豁免权，免受俄罗斯的导弹和炸弹袭击。正是因为奥德萨成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跳板，让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军事设施经常遭到攻击，而塞瓦斯托波尔距离奥德萨仅305公里。也就是说，西方和乌克兰一直在密谋夺占克里米亚，击败俄罗斯，而俄罗斯则一直保证不攻击奥德萨，保证粮食出口。俄罗斯在这一切中的商业利益是什么呢？俄罗斯被联合国告知，粮食对于非洲饥饿的儿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。为了同样的崇高目标，非洲和世界上其他最贫穷的地区需要俄罗斯的农业肥料。因此，俄罗斯的出发点本质上是出于国际人道主义。俄罗斯一直还没攻打奥德萨，也有出于经济需要的角度。从俄罗斯萨马拉州陶里亚蒂市年产260万吨氨的化肥厂，一条2147公里的合成氨管道通向这里。管道部分穿过哈尔科夫、扎波罗热和尼古拉耶夫地区。直到2022年2月战争开始之前，合成氨管道一直定期从俄罗斯化肥厂输送到奥德萨港，总量的一半往美国销售，15%去了法国，其余的被送到20个非独联体国家。对于这种化肥过境，乌克兰每年定期从莫斯科收到大约1亿美元，俄罗斯的份额为24亿美元。在出口高峰期，俄罗斯每年有机会获得高达120亿美元的收入。俄罗斯渴望这样的钱，毫无疑问，这正是俄罗斯对恢复奥德萨港口工厂工作的积极兴趣的原因。甚至在联合国也是如此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奥德萨坐落在俄罗斯的著名氨管道上，所以不是俄罗斯打击的目标。俄罗斯一直非常谨慎地将奥德萨视为一项资产，避免直接炮击。这正是为什么在开战之后，奥德萨港口工厂一直未被高精度的俄罗斯口径巡航导弹摧毁的原因。问题是，如果不攻击奥德萨，俄罗斯怎么能可靠地保护克里米亚免受乌军的攻击呢？即使 S-400 也防不住啊！英国最近向基辅提供了射程高达560公里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。这种巡航导弹较强的雷达探测力，加上它在极低空飞行，并根据发射后不管的原则瞄准目标，对克里米亚来说太危险了。我分析过，俄罗斯最终的军事战略目标是要拿下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，完全控制黑海北岸陆地，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内陆国，失去在美西方心中的战略价值。那时候美西方才会抛弃乌克兰，俄罗斯才更安全。因此，奥德萨的安全也仅限于目前这段时间，未来的乌克兰会不会失去它，目前很难说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